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油管以及 IG 上的中文老师吧，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呢，而且我认识好几个中文老师吧，我就和大家聊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其实也没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就是我是怎么认识这些老师的，以及我和他们有些什么交集等等啊。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和理查老师和笨老师啊，就是成立了一个频道，就是大叔中文，对不对？我们分别自称大叔、灿大叔、理查大叔和笨大叔。对，就其实这个频道吧，最早的机缘我觉得是挺巧合的，就是我最早是和笨老师认识的。笨老师那个时候也开了一个频道，他其实开的频道比我早，不过后来他好像放弃了，因为他当时主要工作是做1对1的私教嘛。就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他给我留言了，然后点开他的这个主页一看啊，发现这老师的这个缩略图挺张扬的他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张扬啊，这是可能是我当下形成一个偏见啊。然后我给他回了留言，然后他也给我回了，就说了一下，就说什么在 Reddit 上很多人就都有讨论我的频道啊，就是当时让我这个满足了我这个虚荣心吧，可以这样说啊。后来呢，我又看到他在理查老师的频道上这个做客，对，因为理查老师的频道那个时候已经经营了，我感觉好像1年多了吧。理查老师做的是免费的中文教学啊，基本上就是讲这个 HSK 的这词汇等等，做了这个精心的这个课件，而且过一段时间会邀请一些老师来聊一聊他们的人生等等啊。笨老师就在上面连着被采访了好几期我去看了一下，我饶有兴致的看一下他的一些人生经历嘛。我觉得那种视频其实对我比较有吸引力，就是去介绍一个人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过往等等，这个是对我而言特别有兴趣的，我就看进去了。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啊。后来我其实就和他开玩笑说，你其实可以介绍给我，把我介绍给理查老师认识啊，我也可以上他节目。我当时真的只是随口一说啊，想不到这家伙就特别实诚啊，直接就给我联系了理查老师，说邀请我去参加他的节目啊。我当时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直播啊，但是呢，到那份上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上了。不过上了节目之后，我发现呢，怎么样？就是理查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不只体现他在他的教学方面，我觉得就是他会让他的这个嘉宾特别舒服，对，他会照顾你，然后引领着你。所以当时虽然我基本没有什么准备啊，但是感觉特别舒服，就是1个多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3个人就结下来一定的缘分吧，我是这样想的。后来我还邀请他们上我的频道，后来笨老师也邀请过我上他的频道，但是呢，我做频道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做直播吧，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和他们2个这个缘分，我感觉止步于此啊，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挺忙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想不到后来以机缘巧合之下，我突然看到就是有3个外国小伙子，他们是一个油管上很大的博主啊，他们做了一个 Church Taste， 就是这个 podcast，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想我们3个中文男老师能不能也做这么一个播客呢，对不对？然后我和他俩一说，结果一拍即合，大家就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做了10几期的这个播客了，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了。因为这个剪辑啊是我做的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有一些还不是特别熟练的地方，这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删减比较多的，到后面我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删的了，所以大家才看到就是我们的视频越做越长。前2期甚至有1个小时10几分钟的，但实在删不出什么物料了，就是感觉好像都特别特别好的样子。我感觉也是因为认识了他们，然后呢，我也
在某一个节点上突然准备在 Instagram 上去做一些视频，然后就是认识了更多的老师。你比如说像这个可人老师最早呢，他是理查老师认识的，他也上过很多理查老师这个节目，所以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比较自来熟的人吧，我是这样想。他很热情，他让人感觉没有什么距离，所以你很快就能和他熟络起来。后来发现，就是他也上过我们大叔中文的频道，就通过聊他的过往等等，我就发现他这个人挺有意思啊，很真实啊。而且大家会发现，很多人发现，就是他其实有点口无遮拦啊，就是什么都敢说啊。对我们也有时候有些可能不好意思的，就是说不出口的，他感觉都能说出来，他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其实我比较欣赏的他一点啊。所以这一点其实也促成他最近这个频道做得越来越好吧。通过理查老师这个，其实我还认识这个林老师，对，是香港那个老师啊，对，香港中文老师。我比较佩服他一点，就是当时我做这个Instagram 才开始做的时候，我在探索嘛。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学一些外语啊，我就会加一些除了英语之外啊，还有什么法语啊、西班牙语、俄语的老师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好多人，他同时也关注了。然后后来我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就是在法国生活啊，他的法语特别好，而且他同时学习了西班牙语、俄语等等。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而言，他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老师，因为他本身除了英语之外也学了别的语言，所以他知道所有语言它的痛点所在啊。就他学习的时候，这哪些点是，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通的嘛，特别是等你学了好几个语言之后，你真的是一通万通啊。而且林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就是他和这个可人老师可能就相对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类型的人。我们其实当时最早做大叔的时候就说要邀请他上来，因为比较熟了，但当时一直在选题上很纠结，应该找他谈论什么内容呢？因为最近才出了台湾这一期其实想找他聊聊香港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他在这个严肃问题上见解肯定会比较深一些。说到这个见解啊，就是整体啊这些相对娱乐性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老师其实我是在夸他，就是佩佩老师。佩佩老师也是机缘巧合下认识的吧，具体怎么认识我忘了好像就是因为当时我在 Instagram 上做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可能我的视频也会被推给很多别的做中文的老师了，他们看到了，所以佩佩老师也看到我的视频，他就邀请我去他的油管上的直播室啊。我发现就是他是在教语言上是一个很严肃，就是很严谨的人，而且他的材料相对都是比较就比较适合中高级的，比我做的视频都适合中高级。而且他好像也做私教，我之前看过他一些私教这些材料，准备特别充分，而且就是相对就会比较关注一些热点，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东西。他现在为了爱情去了美国了他那天还和我说美国这个物价可真贵啊其实后来也认识了这个普娜老师，普娜老师是这个理查老师就是后期的一个常驻嘉宾啊。我发现他的理查老师的节目上了好多期，也上了好多期笨老师这个频道啊，对，直播的时候就是他当时在 Instagram 上这个开频道之后，我看了他的做的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做的就是和我这个理念比较接近吧，就是纯中文的，而且就是聊生活中的感悟等等，所以我就给他留一些评论等等，然后一来二去感觉好像就特别熟的样子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在别的场合有过交集啊，但是呢大叔在2-3个星期之前邀请他上我们节目聊一下就是中国女人对中国男人的看法之后，当时感觉好像真的是，虽然我和他从来没有这样聊过天，反正有点一拍即合的感觉。理查老师说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气质比较接近，就是普娜老师和我们大叔这个气质比较接近啊，是一路人吧啊。其实我认识老师也不是特别多啊，
后来还认识了依依老师。依依老师是一个湖南妹子，湖南人。对，依依老师给我感觉就是她很有趣，很好玩，而且我发现她老公应该挺不错的，成天给她拍一些，就是因为你一看能看出来，她很多这些镜头是另外一个人给她拍的啊，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老公啊，很欣赏她的老公。而且我发现他的很多创意、很多点子都很有意思，而且人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所以有时候互相留言的时候，我就被他逗乐了，是这样。后来还认识另外一个老师，就是他的名字叫佳琪，他原名叫佳琪，我不知道哪两个中文汉字啊。就有一次特别奇怪，就是机缘巧合吧，什么都是机缘巧合。那次我说了一下，有个视频我说了，当时我去巴厘岛旅游的时候被误认为当地人了，然后看了这个老师，就是他给我留言了，我去点开他主页，发现他当时竟然在巴厘岛生活啊，所以我就把他给回粉了一下。然后我又看了一下顺藤摸瓜啊，看了一下他这个油管的视频，我发现他的视频质量特别高，对，就是他的镜头语言等等，而且我发现他的这个摄像机肯定是很贵的，因为能看出画面感比较好。他调色等等，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厉害，只是他可能才开始做啊，可能一开始这个关注人还没那么多啊。果然如我所料，后来他这个在IG 上加快更新频率之后呀，很多内容都做得特别出彩，而且这个粉丝量也蹭往上走啊。其实女老师都会有容貌的焦虑，我发现她没什么容貌的焦虑，就基本上是很多时候都素面朝天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我认识这些中文老师，大多数都是机缘巧合，很多时候就是顺藤摸瓜，就是认识一个再认识另外一个啊。而且我觉得社交媒体这个平台挺好的，对于我们这种成天在家里工作的人，你能认识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挺好的。我之前听这个有一个学生说啊，他说现在是学习中文最好的年代，因为有这么多中文老师提供优质的内容，对。所以我们中文老师就是很多都互相认识，对，我们有互相的交集，我们有很多互相的合作等等啊。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像把就是我认识的老师都介绍了一遍了啊。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